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下一季老天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戳到了武曲七煞的反牌、禄存的反牌，还有帝王的反牌。那武曲和七煞都是代表着耿直刚毅的将军之心，个性呢会比较单纯，做事也需要专注，那也是属于比较目标导向的人。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有时候呢会有点死脑筋哦。那你们在外人看来就是能拼敢冲，也很强悍。有一种呢跑100米别人呢都还在起跑点，你可能已经跑到终点咯，只管一个劲的往前冲。那这种个性和行动力如果运势好的时候，绝对呢是可以大有斩获，甚至是创造出非凡的成就。但是万一遇到运势不好，就容易冲过头，导致兵败如山倒的结果。就拿投资理财来说好了，比如说你看到这只股票的现形明明呢觉得不妙，感觉好像再不跑就来不及了，但是呢心里又有点期待，会不会不是我想的那样呢？那结果显而易见，可能会赔得更多。那武曲和七煞都属金，所以会有一种硬邦邦、直来直往的个性说话呢也会比较直率，那同时呢也比较固执与冲动。那这样的性格呢也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考验像在人际关系中就容易呢因为缺乏协调而产生误解，欠缺沟通与弹性，做事呢不顾后果的态度一不小心呢也容易出错。那脑袋呢比较不容易变通。不过呢这里是反牌代表最近的你呢做事容易徒劳无功，也缺乏积极度。那在精神方面呢容易紧张财务方面也容易出现问题。那生活中的一切的重担也让你感到很辛苦，颇为压抑那和人呢也有一种疏离感有一种谋事不成的感觉，也就是呢心里的期待容易落空，或是投资方面不够谨慎。我们看到鱼、性还有小孩这象征着你在财务投资方面可用的资金不够，或是呢你对于操作方面不够小心。那有的时候呢有点太孩子气，有可能呢是缺乏经验，或是呢对于你投资的项目了解不够，还有呢就是比较容易有投机的心态，想着呢我赌了这一把，万一赚了我就翻身了，但是结果可能不如预期。那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则是有可能得到别人的一些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呢看似是儿戏也就是呢随时可以反悔。比如说呢主管承诺这个专案结束之后你就能升迁，但是呢当你真的做好这件事情之后这个事后主管说有吗？我有说过这种话吗？诸如此类的事情或是呢你是一个业务员但是呢最近成交的合约太少，业绩惨淡，这都会让你有很深的焦虑感我们看到你们的宝剑牌很多宝剑9、宝剑8还有宝剑6，这都象征着一种心力交瘁无能为力。但是呢看着账面上的数字呢，你又会有一点心慌慌只想着要逃避，惨不忍睹。所以呢你很想要逃离这一切但是现实也逼得你不得不妥协。那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则是最近和人容易有思想上或沟通上的问题，那这可能源自于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带给你的伤害，让你呢从在潜意识开始就散发着一种恐惧的能量也比较害怕社交，喜欢一个人独处。那也许呢你们在外人看来是很风光的可能别人会觉得你已经是个人生胜利组了，那长得也不错，天天打扮得光鲜亮丽的，身价也不差，也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是呢，这个中的辛苦和挣扎只有你自己能了解。那有些朋友呢，则是有失眠的问题，你可能呢是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人哦。有可能呢，别人无心的一句话你就会在内心呢反复咀嚼同一句话，那在心里呢反复的伤个自己千百回，直到精疲力尽。但是呢，你又无法反驳，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只是呢让你影响到你的作息，导致隔天呢上班精神又很差，身体呢也容易呈现发炎的状态哦。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下一季老天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看到你们的牌卡都是一个人的能量比较多哦。那有2个人以上的牌卡，你不是背对着别人，不然呢就是逆位的你们怎么了呢？那我觉得呢，你们有可能平常除了工作、学习一些必要的社交之外应该说是常常把自己关起来的人哦。那有可能呢，是你觉得一个人比较自在、舒服，那也能让你感到比较安全。那也有可能你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干扰，你们应该呢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起伏。那同时呢，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比如说呢，家里的长辈好了，长辈因为身体退化，可能常常会有一些病痛嘛，或是呢体力大不如前，那他在你面前长叹一声，你可能就会感受到一个很强的负面能量朝你席卷而来，连带的让你的心情呢荡到谷底。那这是比较夸张一点的说法啦，当然可能真的有人会是这样的很容易接收到别人的负面情绪不过呢 protect your feelings， 这是要你保护你的能量场和情绪。虽然呢改变不了别人但是呢你可以自己为这个情绪呢建立边界，或是呢适时的要去排除这些负能量那我们看到 rivalry， 这牌面上有2个人在击剑那这象征的是一种竞争状态可能呢在你的工作职场上，或是在你的身边，你可能呢需要通过技巧、战术、速度来击败对手。那当然了，这个对手可能是很难缠的比如说呢，你想要转调到某个单位好了，那这时候呢，不仅是送出的简历很重要，那送出的速度、时机点，还有面谈时和主管谈判的技巧都很重要那也可能是一个敌对的势力也就是呢，跟你持有不同理念的人。比如说呢，长辈觉得你花钱如流水，到了月底都当了月光族，所以呢，他有可能整天念你，一直碎碎念到你，让你觉得很烦不过呢，我们看到未来的你将能过得很滋润我们看到托特抽到了这个金币皇后，还有塔罗牌也抽到了金币国王，这都代表着一种物质生活质感的提升还有充足的安全感。我们看到呢，针对这些竞争的能量或是反对的力量，那在未来的你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你将有重新开始、再度站起来的力量。那用你的资源和长久以来累积的实力去击败对手我们看到了金币国王、恶魔牌还有权杖国王，这都象征着你呢能朝着你的目标去实践。而且呢，抽到这3张牌对于工作来说呢都是很好的代表着呢你是能做出成绩的，那也能在自己的人生成就上得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呢，你们追求的东西都是比较实际的，比如说呢多少钱、多少薪水或是地位之类的那也能有新的机会到来。那不过你们这边战车还有恋人牌都是逆位的，
这可能呢象征着你容易把情绪带进来你的工作中，或是你的生活之中或是呢生活中有一些该选择的事情始终让你难以抉择，举棋不定，怕选了这个会不会后面呢又有更好其他更好的选择，那也就是代表你的心难以定下来，选择障碍非常严重，也有可能呢脚挖来看挖挖总是呢犹豫不决，那也容易呢让机会溜走。那有一部分的人这边阳性的能量很强如果呢你不是一位男性的话呢，那这有可能代表着你身边有着一位男性长辈，可能呢会对于你生活中的一切指指点点的，做了过多的干涉，那观念又很难沟通个性又很死板，脑袋也固执，那也有可能会常常让你情绪失控虽然呢你可能知道他是关心你，但是这种控制的力道着实呢也让你觉得喘不过气那我们看到山这张牌这也代表着重重的阻碍，那你们之间的鸿沟可能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没有啦，开玩笑的，这很难那有时候呢需要一方的妥协才会有解决的药方。那不过你们这边也会有贵人的能量，那这个贵人呢很有可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在必要的时候呢会有人来拉你一把。如果呢你有着像刚刚说的选择困难或是呢感到人生很迷惘对未来呢也觉得没什么目标，常常不知道明天在哪里，那么宇宙呢想要告诉你不要因为眼前的难关而丧志那也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们看到天上圣母的这张牌牌面上呢有一个人跌倒了，这时呢出现了一个要将他扶起来的人，这也代表着一个援助的力量即将出现，因此呢你不必感到害怕那不管呢你现在面临了什么困难，未来的一切呢将会风平浪静，而你呢也能做得到。这是一种很强的女性能量的牌面跟托特的金币皇后是一样的，这代表着一个滋养的能量，那也是你的心灵寄托。如果呢你在最近面对很多事情很迷茫，或是找不到勇气，那么你可以试着透过信仰来给你力量比如说呢去拜拜天上圣母或是其他宗教的话，你可能会和圣母很有连结，那可以试着祷告，让它带给你力量与勇气，还有呢更清晰的思绪。我们看到 Ladder 和 Bell 这两张牌这象征着你的未来呢是能爬上这个梯子的能到达更高的地方，那也能克服障碍。山很高没错，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爬过它，或是绕路走。那这个 bell 呢也象征着一个觉醒一种生活中的提醒，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宇宙对你的爱和指引那这也表示着一个新的开端。我们看到了通往个人疗愈与幸福的大门这张牌，那门的后面呢是如此的光明美好，那这代表着呢一个新的机会还有新的机遇出现比如说呢可能会找到一个新工作，或是找到一个新家，那通过你的努力呢你也能让这一切成真。我们看到上面的这张女神卡抽到了 Nonir， 这象征着命运的新机会与重生而在下一季呢老天要给你的礼物除了有贵人，还有关于个人成就发展的一个新机会之外呢，你也能够以更轻松更诙谐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我们看到呢牌面上呢有3位女神她们呢正通过她们的力量在为你编织着一条新的命运的线。那你的每一个人生的选择呢也像是游戏的关卡一样选择前进的道路呢都是决定着你的未来和结果。
那这都是一种因果循环的关系哦。那它对应到的符文是 Perth， 这代表着运气还有命运的概念，那也代表了一个未知的力量，代表着未知的变数哦，也就是呢对未来的探索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的生活中呢，有很多事情呢都是无法预测的，而且呢也存在着潜藏的机会和可能性。那 Perth 这的出现呢，也是提醒着我们需要更加灵活来应对周遭的变化，并且呢准备好接受未知的挑战。那同时这也代表着新机会的出现哦。那这也是告诉我们呢，即使我们身在一个看似很困难的情况下，也可能呢存在着隐藏的机遇，就像是流落到荒岛上也可能呢可以建造出自己的帝国和新的生活模式，不是吗？岛上呢也会有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果实或是树叶，那一定呢有一个能让你找到活下去的希望。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通过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敏锐的观察，并且呢透过寻求智慧和指导，你将可以呢发现新的道路和可能性。那 Perth 跟火星还有牡羊座也有着对应哦。如果呢你现在的生活中有些想要改变的事情，那么宇宙呢要你开始尝试做出改变，并且呢迈出第一步。如果你只是站在原地等待那么无法改变任何事哦。即使呢只是一小步，你也能看到改变。那这个符文的形状也是骰子杯的圆形，这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放松一点。你可以呢边玩乐边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就是呢对生命保持赤子之心很重要哦。我们看到呢动物之灵神谕卡的 Sandpiper 玉鸟这张牌这也是提醒我们当你的心感到很重，或是生活呢好像让你感到喘不过气，很沉重时呢，你可以呢试着去寻找快乐和幽默来减轻你的负担。那试着通过生活中的小确幸来让自己感到满足和幸运即使呢只有几分钟或是几个小时，这些快乐正是你现在所需要的。面对事情呢，宇宙也鼓励你去轻松的完成。你有可能呢太过完美主义了，凡事都想要做到最好，过度的要求完美，但是这样会让你的压力太重了所以呢你现在可以试着随性一点放开心。因为呢人生本来就不可能事事尽善尽美，再帅的人说不定他的脚很臭。所以现在的你呢应该尽情的享受生活中带给你的乐趣，即使呢它是很荒谬的，目前看来可能也无解，但是呢只要你愿意跳进去，你将会发现你的能量呢将会焕然一新，你呢也能迎来一个新的开始哦。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是山路这代表着呢你不用害怕前进因为呢你正走在成功之路上。虽然路上还有很多的小石头和荆棘，但是最终你是能爬到山顶的再来是井，这代表着呢有关于家庭的愿望成真，有可能你革命了很久，想要搬出去住，成功了，或是呢家人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比如说呢买一间新公寓，成真了。再来是袋鼠，这代表着呢一个动荡的时期提醒你呢要及早做好准备与计划。就像我们刚刚说到，会有一个新的机会来临，但是呢在机会来临之前，你需要先充实自己，准备好，免得呢机会到来之时呢手忙脚乱。再来狗门则是代表着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可能性，还有新的道路正在开启，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而且呢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个好消息的到来，
你可以期待一下哦。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7卦的地水师卦。师这只卦代表着风雨前的宁静，也就是呢，表面看似平和，但是水下藏有机变或是危险。这代表着呢，如果呢你有所求之事，你势必要为了你的理想、你的目标来战斗哦。不过呢，只要你是有理的那一方，那么你将能战胜敌人。但是如果你的理由薄弱到连自己都难以说服，那么就不要做无谓的争斗了。最近的你呢，需要提起勇气为理想目标奋斗，但是记得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哦。在钱财方面呢，正财收入会比较多，记得不要投机哦。有能力的人呢，做事都能事半功倍，记得平时就要好好充实自己。那想要投资的话呢，记得不要短视尽力哦，应该要把眼光呢放长远一点，长期投资比较看好。那想要做任何事记得要好好的计划，再搭配呢强而有力的执行力，那么成功呢就会在你眼前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下一季老天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紫微贪狼、阴煞的反牌，还有灵官。你们呢是很聪明的人通常呢也有着非常多的兴趣，会涉猎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可能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万一有人想要聊个棒球，聊个神秘学，你都能嘎上一脚。在求学的时期有可能呢就是那种又会读书又懂玩的学生。在别人看来呢，常常会觉得你明明就很聪明，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玩乐呢？再努力一点明明呢你就能有不错的成就，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而且呢，你们的桃花蛮旺的贵人运也不错，人缘很好，异性缘很强，蛮适合赚异性财的。那也蛮适合做一些创意性还有艺术性相关的工作都非常的不错。但是呢，你们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会花太多钱在玩乐上面，会容易呢用花钱来满足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享受。那抽到这张牌也代表你呢有可能错失努力的最佳时机，因为你的座右铭有可能是人生苦短，先玩再说。那只是呢一玩下去，可能也错失了很多经营感情和事业的机会。那最近呢思绪比较混乱常常疑神疑鬼，或是呢心绪不宁，没有安全感，比较容易呢会钻牛角尖。尤其在夜深人静之时这个脑筋呢更是转个不停，一点也不想停歇。那灵官这张牌也显示你们呢可能跨越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可能是刚毕业投入到职场，或是呢刚换了一个新工作，接了一个新的专案或是刚刚呢有一个新的身份，比如说呢当了爸爸妈妈，或是呢成为了一个作家之类的那也有可能呢你刚创立了一个新的频道，或是呢新的粉专，会有利用网络来传播一些理念或知识的可能。不过呢最近可能有一些八卦或是和你有关的流言蜚语或是呢有人对你说了一些有伤害性的话语，让你的心感到很受伤那最近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可能呢是还没有适应新的身份或是新的环境而一直呢对于过去的事情或过去的时光念念不忘，或是呢你的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伤痛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很多纠结的情绪挤在你的脑中所以呢让你的心情有点灰暗。
那最近呢，在工作上也容易遇到一些奥客哦，或是身边有一些刚愎自用顽固的人，所以呢，人际关系会比较紧张。那有时候呢，这种紧张的关系可能就是看你的身段能放多低，也就是呢，面对人的柔软度的问题，会决定你最近的事情进展是不是顺利，还有呢，就是对你心情的影响哦。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2组的朋友，下一季老天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看到托特抽到了 Interference 宝剑8，这象征着你真的是想很多哦。过去的你呢，有可能对人生的看法很混乱，或是身边可能发生了太多你无法解决的事，让你感到有点无能为力哦。或是呢，你可能面临了需要选择的事情，但是呢，要考虑进去的事太多，以至于你迟迟找不到最好的解决方法，或是呢，一些内心的混乱你的意志与意识的打架。那有很多小小的不可以、不可行来阻碍着你哦。但是呢，宇宙想要告诉你其实呢，目前的这些状况也不是那么的糟糕因为这些阻碍呢，反而能让你暂停下来，好好的思考、放松。因为这些混乱的想法呢，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不确定性。我们人生面对那么多选择，怎么可能都没有迷惘呢？脑袋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呢？所以呢，有疑惑是正常的。你可以花点时间好好的去了解阻碍你的这些本质回想一下这些事呢，最初的起源放下过多的思虑，还有呢，不要那么在意细节你应该呢，可以看见浅而易懂的道理那我们看到呢，上面的这张女神卡抽到了 Per Hour。那 Per Hour 呢，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或危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坐以待毙应该呢要起身来对抗侵略者，或是想要伤害你的力量。也就是呢，最好的防守是进攻，而不是在原地等死那么这张女神卡呢，也对应到的符文是 Theresa， 这也象征着挑战它可能呢代表生活中的困难和考验。那这是一个试炼但是呢，也是一个机会。当你经历过了这些关卡你的人生呢也才能升级，就像是软体升级一样成为一个 2.0 版的你。那这个符文呢，也象征着雷神的力量也就是雷神之锤。这也包含了勇气、保护和对抗邪恶的能力。那也是一种保护的符号可以挡住邪恶的力量，带来保护和平安。那这也是告诉你你的身边可能有些有毒或是有攻击性的人身边有些人呢会为你带来痛苦。你应该勇敢的站起来采取行动，捍卫你的荣誉、你的信仰，还有你的价值观。而且呢，不要那么内耗你要清楚是谁带给你痛苦，还有不开心的能量。当然呢，这也代表着你必须要和过去告别。那 Theresa 呢，连接到的是冥王星，这与改变和重生有关也对应到了天蝎座。这也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即将发生，而必要的改变呢，也将随之而来。你要好好想想在开启人生的下一个篇章，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创伤是你不想带过去的。随着你的成长和扩张这些呢终究会离开。那这些负面的模式旧有的创伤和自我限制的信念呢，都应该放下，让它留在过去。那么你才能为新的开始挪出空间。这也表示未来带给你的考验还有挑战还有很多，而宇宙呢也鼓励你去突破这一个巨大的困难
要相信呢，这些困难一定是你可以解决的，不然呢，它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 Dreams 和 Resentment 这两张牌哦，有可能呢，你经历了过去的某些事哦，那些伤害啊、纠结的情绪，甚至呢，连在梦境中哦，也都还在让你做着愤慨、愤怒，或者是充满怨恨的情绪的这种梦境哦，让自己白天的情绪呢，也遭受到干扰。这跟宝剑九的讯息是一样的哦，也就是你的潜意识呢，已经将你的恐惧或是欲望呢，透过梦境哦来传达给你。你可以留意一下梦境给你的讯息哦，因为呢，你能面对你的恐惧，那么那些噩梦哦就会沉淀下来了。而且呢，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呢，你也比较不会感到担心和忧虑了。建议你哦，应该要好好的面对目前生活中的缺失哦，并且呢，好好的疗愈自己过去的创伤。我们看到呢，寺庙之路这张牌哦，那抽到这张牌呢，也代表着你正在经历一场灵性的蜕变。而且呢，目前的这个状况哦，也是你的灵魂为自己安排的道路哦，这是你此生必走的路。不过呢，就像 Three Sides 一样啊，你是受到宇宙保护和祝福的哦。我们看到这寺庙的周围啊，有很多的光，这都代表着你在面对黑暗困难时呢，会有很多灵性世界的朋友以及天使会指引着你，保护着你，给你更多的智慧和灵感，所以呢，你不需要感到担心哦。那现在的你呢，很容易会被情绪所左右哦，但是宇宙要告诉你哦，好运的来临呢，也必须要等待天时地利人和，各个条件都满足了，你所期待的事情呢，才会降临。所以呢，宇宙也要你多一点理性思考以及沟通，不要呢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哦。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和心态呢，去评估生活的各个面向，妥善的做好规划和准备，才是你现在应该要做的。因为呢，你能飞得更高。我们看到 Flying High， 这代表呢，你们可以飞得很高，而且呢，拥有无穷的潜力。Wish 和 Harp 这两张牌哦，也象征着你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并且呢，能恢复过往的活力哦。你们呢，可能是个爱做梦的人哦，常常天马行空，愿景做得很大很大，梦想呢也很远很远。那不过宇宙让你知道哦，你确实呢是有大格局的人，而且呢，你拥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海星这张牌呢，也是要你去接受新的可能性哦。你可能呢会用你的大脑哦，你的行动来局限住自己。那这些僵化的思想和信念呢，同时也会限制住你的发展。我们看到吊人这张牌哦，海神的三叉戟呢，直直的插在海中，一动也不动。你有可能呢，面对事情呢，老是想都不想就举双手投降。不过呢，现在啊，宇宙要你超越熟悉的自己和展现自己的潜力哦。我们看到权杖六和圣杯六都是逆位的，这代表着你哦，现在呢也正是处在一种需要冒险和成长的环境之中，而你内心的恐惧哦或脆弱呢，所产生的虚假的勇气与乐观，可能呢常常会带给你只是短暂的成功，或是很少成功。那这也代表着你平常哦面对事情和挑战时呢，常常会太快放弃哦，或是呢失去对成功的期待。我们看到战车牌还有金币侍者，都是要你呢不要放弃。还有呢，就是可以透过学习来增进自己的知识和发挥自己的能力哦。我们看到下一季老天给你的礼物会是，你能透过一些社交活动来认识新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呢，可以带给你愉快休闲的时光。那有在经营网络社群的朋友哦，也能透过传播
口耳相传，来让你的流量获得快速的成长哦。而幸运草的出现哦，也代表着宇宙会带给你一些生活上的小确幸、小惊喜，比如说买彩券中奖了，或是呢套了好久的股票终于解套了。这些呢都是会让你感到心情愉快的哦，而且呢你也能迎来更大的收获。那船锚这张牌哦，象征着载满了货品的船只靠岸了，这代表着一种稳定踏实的能量哦。如果有着长久呢一直困扰着你的事情呢，也代表着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也象征着一种圆满的结果哦，而且呢是幸运的找到解决方法。比如说这个主管哦，长久以来就是看你不顺眼，结果呢突然一个人事命令下来，他被调到别的区域或是部门了，让你不敢相信哦，这天大的喜事会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之后呢，也不用再看他的脸色哦，可以过得很滋润，而且如鱼得水。那不管怎么样哦，船锚这张牌都代表着一个坏的、不好的阶段的结束，而你呢，也能感到更踏实、更接地哦。漂泊的心呢，也终于能靠岸，有一种大势已定的感觉。就像呢，在外面工作很久的船员呢，终于回家的一种踏实感。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呢是骡子，这说明着有人非常固执，而且呢不愿意改变。那身边呢还有很多的诱惑会考验着你的决心还有行动力哦。那桌子哦，则是代表着未来还有更辛苦的工作等在前方，你需要呢做好准备，并且呢精进自己的能力哦。蚂蚁呢，则为你带来工作上的成就和成功。再来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常常做梦的问题哦，可能会让你的健康亮红灯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火呢，则是代表着要注意一下情绪的起伏哦，在未来呢，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抓马的事哦，建议你呢心情要放轻松一点哦。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4卦的山水蒙卦。那蒙呢，指的是昏暗不明的景象哦，或是小孩懵懂无知，遇事无法处理，也没有自主能力，需要呢有人为他指明方向，才能知所进退。你可以想象哦，一个小孩在山上呢，因为遇到阻碍或是浓雾而迷路，那他感到很害怕，又不知道呢该怎么办。这时候呢，需要有贵人指引才能脱困。也就是说，现在的你呢，遇到困难，必须要真心诚意的求教于能人，才可以迷途知返，平安脱险。所以呢，如果你现在遇到困难，你必须运用你的智慧。当你有机会遇到能帮助你的人，必须要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待贵人指点迷津，就能超越障碍。最近的运势呢不明朗，需要一点耐心哦，等待天时地利人和，静待好的时机。那在新的环境哦，也建议一切呢要低调哦，先了解清楚环境再说，以不变应万变，等待机会来时呢，才能发挥所长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第2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下一季老天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太阳的反牌、阴煞的反牌，还有木。你们呢在状态好的时候呢，是一个热情、努力、有爱心的人哦。那也会努力的散发自己的光亮与热呢，去照亮别人。那也希望呢，成为人们的依靠哦，或是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你们的事业心哦，应该蛮强的哦，常常很忙碌。太阳呢，在紫微里面哦，常常也具象的代表着一个男性哦，或是一家之主、长官，或是女强人。
但是呢，这里是反牌的哦，所以呢，代表你可能从事夜间的工作，或是在家里的话语权呢，相对的薄弱哦。那最近做事缺乏动力，也不知道呢要为何努力，那内心感到孤单落寞，或是最近有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想法呢也不切实际，总是呢想很多，那也容易疑神疑鬼的，心绪不宁。那最近的生活变动不大，算是呢相对稳定的一种状况哦。也就是呢，事情没什么变化，工作还是要做。那正义和吊人的逆位也象征着你正处在一种无法超越社会压力的自由。你可能呢顺应着他人的期待待在一个大公司，看似不错的工作。那为了保有这份工作呢或学业每天努力的工作，勤奋的学习。但是呢，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你每天呢早出晚归可能只是为了维持体面和期待自己呢看起来符合他人的期待而已。那最近的心理状态会感到比较不平衡，可能呢遭受到了不平等的工作待遇，或是无法认同公司的主管或规定。也可能呢在生活中你遇到了不公不义的事情，那这是一种无止境的争议或是不协调，双方呢可能会有互相指责、推卸责任的状况那身边可能也会有空有头衔，只会虚张声势的人这都会让你感到很讨厌最近呢做事也容易缺乏自律性，可能在面对问题时呢也比较没有动力去解决。那在财运方面呢，虽然呢你也很会赚钱但是呢也花的不少。或是呢想开始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学习好了，但是呢可能会考量到财务方面而作罢，或是呢有拖延的情形那总体来说呢，应该说你虽然目前的能量比较停滞，但这都是建立在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的一种停滞状态也就是呢，你呢有一定的职位，也有稳定的收入，只是呢总觉得无法突破现况。就心理层面来说呢，有一种呢被迫待在原地的感觉。那最近呢和身边的人或朋友，可能呢会有一些意见分歧或是呢沟通不良的情况那也可能呢在工作上可能有一些会议或是小组的专案进行面临了一些阻碍或挑战，有一些麻烦的状况发生所以呢也会让你的思虑精神比较紧绷。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3组的朋友，下一季老天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呢？我们看到托特抽到了宝剑公主，那抽到这张牌呢，也代表你现在的思绪比较混乱，或是呢你的看法有一点模糊就像在开车的时候大雨打在前面的挡风玻璃，让你的视线有点看不清楚，而你呢正在开雨刷来试图刷开那些雨水，让你呢看清楚前路的这种感觉。现在的你可能就处在这种阶段，也代表现在在生活中可能出现了一些让你无法应付，让你感到气急败坏的事情。你可能呢正卡在一个无法做选择的时候，不过这也是告诉我们雨下的这么大，雨刷开的再快，视线呢依然是不会清晰的。你需要呢等到雨小一点自然就可以看清楚全貌。也就是说呢，当下其实不适合做决定，你反而容易被情绪影响你的决定反而呢应该等待你心情平静之后呢，才能用更高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一切，你才能做更好的选择。
那我们看到上面的这张女神卡抽到了 Skin。那 Skin 呢，在她目睹了儿子的死亡和丈夫遭受的折磨之后呢，她并没有选择报复也没有时间悲伤，而是呢陪在她的丈夫身边用碗接住了她丈夫头上的蛇滴下来的毒液，那让她的丈夫免受毒液的折磨。她选择了活在当下，陪着丈夫一起忍受痛苦。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如果呢现在碰到了逆境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当下的这个环境你的灵魂想要给你什么样的考验和启示呢？而这张卡对应到的符文是颠倒的 Rider。那这也象征着一种静止的状态也是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少担心未来和你想去的地方。因为呢，现在不是以快速的速度向前迈进的时候。你应该了解生命为何带你走到这里，也要欣赏你现在所拥有的和你学到的东西。那这也是在告诉你你可能一直在懊悔那些过去错过了的旅程，或是没走到的道路。那宇宙呢，要你停止这些悔恨因为过去的那些呢，已经过去了。你应该把握现在的当下拥有的。那妒恨的这张牌也显示你对现在生活的不满与不足。这牌面上有一个女人，手上握有着珍珠和硬币，可是她的眼睛却一直在看着远方那一座金色的城市其实呢，她已经过着很优渥的生活了，可是呢，她却一心望着别处的荣华富贵。那这些渴望呢，让她也快乐不起来，也让她感到匮乏与不满。所以呢，这张牌也是告诉我们要放下妒恨。你应该活在当下意识到现在自己生活中的幸福，而且呢，多注意自己所拥有的。把你的注意力呢，从匮乏转到知足，这样你才会吸引更多美好来到你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绳索和金币也是一样的意思你一直呢被困在一种不满足和匮乏的思绪里面但是你看呢，这个大大的金币这代表着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应该好好的想想珍惜你现在目前拥有的一切。就像我常常说的钱没有不见。看一下现在你的身边你还有房子住，还有手机，还有网络，那身边呢也摆满了自己的收藏。其实你是很丰盛的而且呢，你这边抽到了星星牌耶。其实呢，你们的能量还不错只是呢，你可能目标太远大了，大到呢你怎么伸手也摸不到。不过呢，宇宙也要你好好的展现自我你应该不要太在意外面的人他们的看法。那如果呢你有想做的事，那么你呢有可能因为内在的这些担忧或是呢缺乏自信，犹豫不决而裹足不前那么宇宙呢要你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呢每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只要呢以平常心，并且呢果断的执行，相信很快的就可以期待好消息咯。不过呢，你的身边还有一些对你干扰的能量我们看到 Mischief 这张牌这是一顶小丑帽那这代表着呢，身边会有恶意的能量有人会干扰你，或是呢有骗子正在让你分心，或是会让你陷入困境。建议你呢要保护你的能量场那 protect your feelings 也是告诉你你要保护你的能量场和情绪，避免呢动怒的行为有人可能会刻意的激怒你，要小心控制情绪以免呢在盛怒之下说出了不该说出口的话，或是做了不该做的事。
不过呢，我们看到未来你呢将能扫除眼前的这些迷雾和不清楚的思绪哦。猫头鹰这张牌哦，代表着你能看得很清楚，即使呢是在最黑的夜晚，也能清晰的看到。包含你的身体所有的感官，还有就是你的直觉呢，都将会更敏感哦。这代表着你在未来哦，能透过敏锐的直觉，能看清楚在你身边发展的真相哦。建议你呢有空啊，可以到大自然走走，和大地接触，这样呢可以有助于你重新组合，还有清理你的能量场哦。那你呢也将会有更清晰的体悟和感受。而且呢，我们看到塔罗牌这边哦，你抽到了星星，还有圣杯皇后诶，你的能量没有很差哦，只是呢你自己的思绪哦，一直把你困在一种思想的回圈当中，一直在里面打转，转不出来。因为你对于现在的环境哦，就是觉得不够或是不满足，也就是一种比较匮乏的能量。那不过呢，我们看到在未来哦，你将会有一些新的而且具体上的改变哦，会有一些变动的能量哦。比如说呢，搬家、转换工作，或是一些身体上的决定哦，也就是实质上的变动。而圣杯皇后呢，也代表你会满意你的选择哦，而且呢，也能够用更包容的心来看待自己的决定哦。那这代表的是哦，你将拥有更宽广的心和接收情感的感受力，而你呢，也会确信哦，你的选择是对的。那我们看到呢，在下一季哦，老天给你的礼物就是你能对生活哦重新点燃希望。你会有一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内在信心哦，而且呢，你也能做到。那这是一种感觉不慌不忙、心平气和的时光。那在未来呢，你也能透过社交场合认识可以交心的朋友，或是呢，在工作上可以信赖的伙伴，有贵人的能量哦，这是个关键人物哦。你们呢可以一起谈心、聊天，一起打拼。也能获得一段快乐的愉快时光。这里呢也有旅行的能量哦，有部分的朋友呢可能会和朋友出游，会有一段欢乐的旅程。那在工作上也会有贵人相助哦，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他会在你感到困惑和麻烦时呢助你一把。不过宝剑七和金币九的逆位也是在提醒你哦，你可能呢还在用着过时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建议你呢不要死守旧有的思考方式哦，或是做事的方法。还有呢就是需要更自律哦，不要呢大手大脚的花了过多的金钱，看到下个月的账单哦，可能心情又荡下来了。我每次看到账单我也开心不起来。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呢是垂柳，这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悲伤哦，可能要注意一下家里长辈的健康状况哦，及早呢带他去看医生哦，或做一些检查。再来是门，这代表着有一个新的机会即将来临。再来骷髅，则是代表着你可能会得知一个秘密哦，那这会伤害到你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个恶意的能量在干扰着你哦，提醒你要小心注意哦。那再来呢，茶壶跟刚刚提到的一样哦，和朋友呢会有一段愉快的时光，那你们呢也能感受到彼此之间深刻的感情与频率。再来呢，胡萝卜也是在说明哦，一个机会或是意外之财的到来，可能会有意外的奖金哦，或是收入，可以期待一下哦。再来老虎呢，则是要你去冒险哦，不要想太多，运气好呢，说不定就过关了。再来帐篷，代表着一种暂时的情况哦，你现在的卡顿哦不会太久，你不需要再忧虑了，赶快站起来，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吧。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哦，抽到的是第57卦的巽卦。那巽呢也是个机缘卦哦，
指的是风无定向，但是呢却无孔不入，吹到哪呢就能渗透到哪，即使是个很小的缝或孔洞，它也能到达。那这也是表示你目前的茫然和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恐惧。那不过呢，这也是要告诉我们随遇而安，顺势而为，就像是风在吹树叶呢随风起舞的现象，也说明了机缘还有顺势而行的自在。那虽然呢最近外在环境变化很大你应该要顺势而为，还要多参考正确的建议会比较好。不过呢要注意自己还是要有点主见以免呢会遭受到别人的利用。那面对新的工作事项呢，目前可能掌握不到要领，最好呢是听从主管或是有经验的人的指令来做就好，不要自己自作主张，以免出错。刚刚提到的旅行呢，则是非常适合自由行旅程任意逍遥，舒心自在。以上呢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